我跟嫂子同时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，她是2本，我是985。我妈为嫂子连放1夜的鞭炮庆祝，却撕烂了我的通知书。我妈斜着眼拉着我手，女孩子读这么多书没用，你都28了，好好赚钱，找个人嫁了才对。是985又怎么样？出来不还是给你嫂子舔鞋的？等你嫂子当老板了，让你嫂子好好帮衬你就行了。我看着不停为嫂子说话的妈妈，她不知道，嫂子的录取通知书是假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爸妈，我也考上研了，跟嫂子一样，全职3年。林可可原本傲慢的眼神定在我拿出的录取通知书上。什么？就你这水平还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？我不信，肯定造假了。随你信不信。我半个眼神都没分给他。你说的真的？我哥以为听错，跳起来问我。林可可尖叫，不行，我不管。你不能去上这么好的大学。他转头看我爸妈，你们刚跟人炫耀了我，要是被人知道，我丢脸丢死了。只能我去，要是他也去，那我就不去了。我也不会给你家生孙子。我冷笑，你爱去不去，爱生不生，威胁不了我。这个学我是一定要上的。我看着爸妈，他们脸色阴沉，一言不发。我妈最先打破沉默，菲菲呀，女娃子读这么多书干什么？你都28了，好好赚钱，找个人嫁了才对。我爸摔了手里的杯子，现在就给你们学校打电话，说你不去。不，我一定要去。我毫不示弱地跟我爸妈对视。他们明明知道我虽然辍学养家，但一直有个大学梦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是他们让我不管多累都要学习。晋升。要是他担心名声，我可以不告诉任何人。这是我可以做出的最大让步。凭什么林可能去？我不能。这些年家里的开支全是我来出的，包括我哥的彩礼，我不用他们出1分钱。凭什么？大家都在对方眼里看到怒火。我爸向我走来，我看得清楚，他想抢走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。爸，你想干什么？他扑了个空，摸到电视柜上的书砸向我，书在墙上砸出一个小洞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爸。我妈趁机夺过我的录取通知书，藏在身后。妮儿啊，别怪爸妈心狠，全家都靠你养活。要是你去读书了，没了收入，我们这一大家子全去喝西北风吗？我爸妈是文盲，只能打零工。我哥不肯吃苦，眼高手低，1年换10几份工作。自从上份工作被辞退后，
便安心在家里啃老。说的好听是啃老，其实就是趴在我身上做吸血虫。难怪不让我去上学，毕竟1个月转给他们3万的日子，他们过得很舒心。我妈哭闹着不肯把通知书给我，我先缓和她的情绪，趁她不备，又将通知书抢了回来。不孝顺的东西，自私虚伪，只想着自己。你是想让老郑家断了香火吗？越骂越激动，他竟然跑到窗口，将半个身子探出去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去，让你变成个杀人犯。我看有哪家公司会要你。突然林可可吊着眼梢看我，你想上就去吧，我可以不管你，但是你要把手头上的钱全部都转给你哥，包括我们住的那套房子。我哥眼睛一亮，对，你要是主动点，我们每个月可以给你转1000，你省着点花，肯定够。房子也要给我。爸妈的脸色开始缓和，默认了这种解决方法。我冷笑，不可能。林可可拿手指着我，你的东西就是你哥的，看得起你才让你掏钱，不然我就让老郑家跟你断绝关系。以后你在婆家受了委屈，可没人帮你。我气得鼓掌，你牛逼。行，断。谁不断谁是狗。我这么多年养着你们也算受够了。我把客厅的东西全砸了，这些都花的我的钱。反正要断绝关系，留给你们不如给狗。我爸看着地上的狼藉，气得双眼通红，拉住我的手臂就要打我。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撒野。他脸色涨红，看我像看仇人，手紧紧箍住我，犹如大钢钳子，心寒到极致。偏偏郑安康还在煽风点火，打死他。我高昂着脸，你打，最好打死我。你们全家都去喝西北风。我妈赶紧让我爸松手，哭嚎着又重新探出窗外，摇摇欲坠。你真要逼死我们吗？养出你这样一个白眼狼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就在我靠近他要拉他下来时，他突然眼神发狠地拖住我，就往窗外推。2楼摔下去，不会摔死，但肯定会摔残。尼尔，你忍着点，顶多疼一下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你就这么一个哥。我瞬间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想摔断我的腿，让我躺在病床上，任由他们宰割。没想到我妈重心不稳，竟也跟着我摔下来。我被树枝挂了下，虽然身上钻心的疼，但是好歹腿没断。她却直直砸在地上，缩着腿惨叫起来。一个年轻男人路过，吓了一跳。我爸在楼上大叫，抓住这个畜生，居然敢推他妈！他想杀人。他们已经冲下来。我知道再不跑的话，可能真的跑不掉了。
我推开这个男人，一瘸一拐就往外跑。哪知他竟拉住我，坐我的车。快！我爸脱下鞋子砸向我这边。我哥跟林可可气急败坏地在骂我。我妈躺在地上哀嚎，无人问津。她停下，拿出兜里的照片跟我比对。郑飞，我满身狼狈，一时没有回过神。他又重复一遍：“你认识我？我是你本专业师兄，我叫陈尔书。”他在帮学校整理录取名单时看到我的信息，专业第一，还在同一个城市。他便想着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刚好遇到一场闹剧。他没问刚才的事情，我也没心情跟他多聊，匆匆道谢后便离开了。我知道他们并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谁知这么快。我妈发来一张图，她躺在病床上，脸上身上青紫一片，腿上还打着石膏。菲菲，刚才是妈不好，妈对不起你。她想用愧疚来绑架我，还没一秒就原形毕露。钱你给一半，再把那套婚房过户给你哥就行。理所当然的，仿佛他们才是施舍的人。我不会再傻，也不会再被他们骗。见我不理他，他又发来信息，再往卡里打1万。你嫂子要买个新电脑上学用。呵，他们有多大的自信，感觉我还会任由他们予以所求？我看着手机里不断跳出的医院付款信息，直接去银行办理了冻结。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他们藏着私房钱，医药费肯定够的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哥就打来电话：“你凭什么把卡冻了？这个世间没有吸血虫向主人提要求的道理。我的钱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你就是个眼高手低的软饭男，既没本事赚钱，也没本事问老婆要钱，只知道啃老啃我。你还要不要脸？不是说了要跟我断绝关系吗？怎么还要用我的钱？你记住了，你就是个废物。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的废物。你现在住的也是我买的房子。你跟林可可马上给我滚出去。”挂断后，我将他们4个人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删除。晚上，我又赶去郑安康家，好样的，竟然连密码都换了。我哐哐砸门，他们就是不开。我早就料到了这情况，从包里掏出榔头就往锁上砸。巨大的动静让邻居也探出头来看热闹。林可可在里面尖叫：“你再砸我就报警！”我已经掏出手机按出110，我要报警。有人强行侵占我的财产，拒不归还，涉案金额高达200万。郑安康跟林可可都在里面大声咒骂我，我不在乎。等警察来的时候，锁已经被砸得稀巴烂，却还没砸开。不得不佩服林可可的眼光，这可是她问我要了5000买的锁。
这是我的婚房，我们也住3年了。他凭什么说是他的？我对警察出示了房产证、首付款证明、还贷证明。我的房子被你住了3年，怎么就变成你的了？我又翻出所有的家具家电购物记录，这个家里的每样东西，小到卫生纸，不是我买的，就是用我的钱买的。我抬起榔头砸碎电视，对他们甜甜一笑。我砸自己的东西不犯法吧？林可可在旁边疯狂尖叫，试图制止我。你凭什么砸我家的东西？住手！我灵活地躲开他。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、厨房、卧室，能砸的全砸了。我站在狼藉中，挺直腰杆。我说过，这些东西，我就算全砸了，也不会便宜你们。郑安康举着手要过来打我，被警察拦住。他死死盯着我，大声嘶吼着，竟挣脱警察的手，向我冲来。我脸上挨了重重一巴掌，耳根子发麻。我勾起唇角，很好。我故意等他先动手，我才还手。来之前特意做的指甲，尖尖长长，在郑安康身上划出无数道伤痕。我用了很劲，指甲上都染上血色。他痛得惨叫，躲到警察后面。林可可还要上前，被我一个眼神吓退。警察已经开始头疼，介于我只是还手，互殴的兴致不重。陈着脸教训我们一顿，说这是家事，让我们好好沟通，便要离开。我趁机往他们俩脖间一扯，2条金项链落到我手上，这也是我买的，畜生不配。林可可又哭又喊，跟疯了一样，心里解气不少，但是还不够。我把房源信息挂给中介，1周内成交，我额外再给你2万。中介效率很高，第2天就说有人要去看房。买家是个投资商，有点背景，只管倒手卖。他对我的这些纠纷不感兴趣，只问我几天能处理好。我承诺1周之内。收到房款后，我找了几个保镖，还有清洁队。保镖拦住郑安康、林可可，我让清洁队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搬走扔掉。这房子我卖了，你们赶紧滚出去。林可可推着保镖，不，这是我家，你敢？不许搬！你们放开我！这些保镖根本不会对他客气，不耐烦地捏住林可可的手，老实点，再动手动脚，小心你的手！林可可惨叫一声，老公，你快救我！郑安康就是个外力内忍的货色，看着身高马大的保镖，他根本不敢对视。菲菲，快放了你嫂子！没多久，房子已经变成废墟风。郑安康赶紧给爸妈打电话。我爸愤怒喊道：郑飞，住手！你还有没有良心？
那是你哥，赶紧把钱退给别人。我不同意卖房。我挥手示意清洁队可以离场了。用不着你同意。再多说一句，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我也会卖掉。你敢？可除了骂我，他也说不出别的话。你们大可以试试。保镖强硬地把他们轰了出去。后来买家说郑安康跟林可可又回去过，吵吵闹闹，污蔑买家偷了他们的家，问我要不要过来处理。您随意。有我这句话，他们被买家的保镖打了一顿后扔出去了。第二天，公司群里炸开锅，大家都在我。是个直播链接，点进去，是我妈。她站在小区楼顶，腿上石膏还没拆掉，手里还举着我的一张超大照片，身后是我哥跟林可可，他们鼻青脸肿。我养了个不孝女，白眼狼，他要逼死我们一家呀！他指着自己的腿，还有哥嫂的伤口，天杀的！就因为他跟他嫂子同时考上研究生，他嫂子985，他只是个普通学校，他嫉妒，不仅撕烂了他嫂子的录取通知书，还想杀我，把我从楼上推下来。我看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被撕成碎片扔在地上，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天吧，太可怕了！这什么人，居然想杀他妈？养他不如养条狗，狗还知道护主，自己学习不好，还赖上嫂子了。那可是985的录取通知书，嫂子实惨。我爸拿着我买给他的平板，给他们放着弹幕。郑安康拿个大喇叭，现在他把我的婚房都卖了，还找人打我们一顿。天理何在？林可可在一旁哭得梨花带雨，却摆好姿势让大家拍得更清楚。我爸趁机放了一段录音，我的声音非常清晰。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我也会卖掉。大家听完骂得更凶，开始人肉我。我的社交账号全部被冲，连带着扒出我的工作单位。我被气得心脏狂跳。他们为了钱，为了房子，为了儿子，竟然青天白日空口白牙地污蔑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冷笑着关掉直播间。郑安康，你个傻玩意，真当我脾气好是软柿子可以捏了？这时，总经理秘书突然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。郑总，刘总找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敲开刘总的门。刘总正直壮年，保养得当。你的事情公司总部都知道了，对你很有意见。我避开他伸过来的手，让公司受到牵连。是我的问题，我会处理好。他突然压低声音，眼神黏腻。之前说的是，你现在答应还来得及。公司这边你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帮你。公司空出一个副总的位置，他想推我上去，但条件是做他情人。我不肯。
他便威胁我，要让我在公司待不下去。如果我不肯，刘总要开除我。他呵呵一笑，你的事情给公司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，识相点的就引咎辞职。我从一个销售到现在的总监，每一步都是辛苦打拼来的。考上研，我本来就打算辞职的，没想到他想用这样恶心的方式逼我走。我把手撑在他桌上，眼神灼灼，想我走也行，按照开除我的标准赔偿。他嗤笑，公司因为你名誉受损，没让你赔偿就不错了。我笑笑，转头就走。出来时跟一个男人撞个满怀，他手里的咖啡洒了我满身，对不起。郑飞，是你呀？是陈尔书。我用纸巾擦着衣服上的污渍，你怎么在这？小麦肤色的男人龇着牙冲我乐，兼职送外卖，偏偏白衬衫越擦越脏。他拘谨地向我道歉，要赔我一身衣服。不用，洗洗就好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我到卫生间用水清洗了咖啡渍，等烘干的时间，好好理了下头绪。手机传来信息，是刘总。他还不死心，最后再给你10分钟考虑。副总位置只有一个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有的是人愿意。我捏紧手机，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大步迈进他办公室，他不屑一笑，想清楚了，掏出手机放在他桌上。录音里放的正是他说要潜规则我的事情。他蓦地站起来指着我，嘴唇颤抖。你敢录音？我收起手机，是公司开除我，还是我自己辞职？想必刘总应该有数了吧。总公司上个月被罢免的副总裁就是因为骚扰女性。您总不想做第2个吧？他脸色惨白，颓败跌坐回椅子，算你狠。很快，人事就给了办好了辞退手续，该补偿我的钱也一分不少地打给我了，心情好了不少。下班后就在楼下看到陈尔书，他看到我后立刻跑过来，将手里的袋子递给我。我眼光不好，挑的衣服怕你嫌弃，叫我妹妹挑的。说完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我挑眉看向里面的衣服，是一件白色连衣裙。谢谢，很好看。我笑，他也笑了。突然涌上来一堆记者，如今他们找不到新闻，一点事情像喝到人血的水蛭，紧咬不放。郑小姐，请问你真的想把你妈推下楼吗？你哥哥跟你嫂子说的是真的吗？就因为嫉妒你嫂子，做出这么恶劣的事，不怕遭报应吗？话筒跟摄像机全都对着我，仿佛一个个吞噬人的黑洞。陈尔书想帮我说话，被我按住。这里站着太累了，去隔壁咖啡馆吧。咖啡馆老板是一个小姑娘，人很豪爽，
就是做的咖啡实在难喝。店里很空，老板娘坐着发呆。我对记者说，店里的规矩，只有消费了才能做。菲菲冲他眨眨眼，他秒懂，即便大家不情不愿，也只能掏钱买一杯。见咖啡卖得差不多了，我才进入正题。你们将一个人定罪前，有做过最基本的调查吗？我笑出声，但凡你们去核实一下林可可，就不会相信我嫉妒他。嫉妒他什么？啃老、伏地魔，还是分毛不正，考了3次才考上研究生？我对着摄像机一字一句地说，考985的是我。那封贝斯的录取通知书也是我的。他们问我有没有证据。陈尔书在一旁掏出自己的学生证，我可以作证。他还是本专业第一。他们面面相觑。有人不死心，那你妈呢？总不可能自己摔下来污蔑你吧？就是。你不光把你哥嫂的房子卖了，还要想卖你亲爸亲妈的房子。有你这么做女儿的吗？我眼神悲伤，就因为我想去上学。他们担心没有经济来源，便不想让我去。我妈更是用死逼我妥协。我哥哥跟嫂子说过想上学，就要把所有的钱跟房子都给他们。我掩面痛哭，那是我妈。我怎么可能看着她寻死？去救她，没想到她却趁机要把我推下楼，想让我瘫痪，好控制我。我哥嫂的房子是我买的，我爸妈的房子也是我买的。他们没有为这个家出过1分钱。他们说了要跟我断绝关系，那我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行吗？不就是作秀？谁不会呀？大家被我这突如其来的情绪给整懵了，半晌没说话。你这一面之词，我们也不能相信啊。众人点头。老板娘刚数完钱，站出来说了你们也不信。怎么别人说了你们就信？有人刚喝了一口他的咖啡，瞬间喷出来，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难喝？我的采访视频火了，各大网站纷纷转载，还有不少的媒体想约我的专访。我都没答应，而是自己开了直播，坐在手机前面。我脸色苍白，举着学校给我开的证明和被辞退通知书，还有各种购房凭证以及每月转账记录。因为我亲生父母的造谣，导致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。我给他们买房买车，每个月还给他们3万，仅仅是因为我想去上学，想去圆一个从没触及过的梦而已。我把初中就辍学打工养家，一路走来都是靠的自己的事情，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。直播间的人数飞速飙升，直接突破20万。里面有很多人也是和我一样深陷父母重男轻女的漩涡，或者迫于生计不得不早早出社会赚钱。他们狠狠跟我共情了，从一开始的咒骂到现在的安慰，只用了3天。
姐姐加油！你就是我的偶像。美女就应该与光同尘，就应该独美。你是最棒的。你父母反正这么偏向你哥，那就让你哥去解决呗。还有不少人跑去郑安康的账号下面留言：你也太恶毒了吧！房子也要妹妹买，给你住了3年，变成自己的了。服了你这个老六了。看你的样子就是软饭男，没用的东西。你跟你爸妈真的是一家，居然污蔑自己女儿是杀人犯，一家子吸血虫，一家子伥鬼，恶心！你老婆怎么好意思说985是她的？真是不要脸！很怀疑美女姐姐是不是你们生的？一个向阳生长，一个阴沟里的老鼠。更有前郑安康公司的同事跳出来爆料，郑安康多次离职，不光没能力，手脚还有点不干净。我看着事态的发展，很满意。他们想用舆论逼死我的那刻起，我就不再是他们的女儿了。突然后台收到一条私信，头像是一个儒雅的中年男人。他发给我一张照片，一家3口，中间的小孩子还很小，眉眼间依稀有点像我。您是？我发过去问他，他说他姓安。如有抱歉，请原谅。只因为你长得很像我走失多年的女儿。他似乎在整理措辞，很久才发过来下一句：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见一面吗？我盯着照片里的女孩，越看越像。结合起爸妈对我的态度，心里渐渐产生一丝疑惑。我答应他明天可以见一面。有个陌生号码打进来，我谨慎地点了录音。是我妈。她哭哭啼啼：尼尔，妈错了。这次妈真的知道错了。妈会承认都是假的，腿也是自己摔的。但是求求你了，你别开直播说你哥了。他在那边哭得很可怜，但是我心里一点都不同情他。我第一次心平气和地问他：我真的是你的孩子吗？他霎时没了声音。从小我就知道，自己的一切都要奉献给哥哥，奉献给家庭。我不想让你们失望，即便你们说家里穷，只能供一个人读书，然后没有商量的撕了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，却骗我没考上时，我也假装不知道。这么多年，你们要钱给钱，要房给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我始终记得，有一次我跟哥哥同时发高烧，你却选择给我送药。可是你明明知道我有多么渴望大学，你依然为了你儿子，不惜毁了我的前程。你撕的时候有想过，我会毁在你手上吗？我字字诛心。他没办法面对我，只是哭得更伤心。他颤抖着声音，带着哭腔：菲菲，就看在我给你送药的份上，别开直播了。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
他知道错在不该用网络的方式对付我，没想到反是更多，而不是知道错在毁了我的梦，还妄想用它来垫脚。我微微叹息一声，失望过后是彻底的放下。既然你们都说要跟我断绝关系，那我们做一下亲子鉴定。要是我是亲生的，赡养费我会出；如果不是，那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吧。他大声尖叫：不，不，你不能这样！我们就是你的父母。我只觉得疲惫，只要你同意做亲子鉴定，不管结果如何，现在住的房子我都不会要回，就当还了那晚的恩情。突然旁边传来郑安康的声音，他着急道：妈，快告诉他吧，反正还有套房子，不然这个事情不了解，我怎么活呀？我心底冷笑，原来全程他们都在一旁听着，看我剖开血肉，说不定他们还在笑我蠢，笑我矫情。终于我爸说话了，没错，你确实不是我们的孩子，是你妈上山的时候抱来的。我听后竟然没感到一丝意外，只是淡淡说：你们说的我不信，我只信机构鉴定。我跟安先生见了面，他给我的感觉很亲近，我们的眼睛很像。他久久地看着我。你阿姨这些年身体不好，我没让她来。要是她见到你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她小心翼翼地问我，可不可以做一下亲子鉴定？这些年她失望过很多回，所以这次她让自己保持镇定。我拿了她的头发，回到家里，冷漠地要了他们的头发，一起送去鉴定机构。3天后，安先生跟我一起在等待结果。我跟爸妈果然没有血缘关系。当我看到我跟安先生那份报告时，我不敢置信地抬头看着他，他早已泪流满面，上来紧紧抱住我：心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他说我叫安心，是妈妈给我取的。郑家4口人也到了，郑安康带着谄媚的笑，亲子鉴定也做了。你根本不是我亲妹，你说过的，不管结果怎样，都不会要回房子。没想到爸爸死死盯着郑安康他妈，随时要扑上去撕扯的样子，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我记得你，是你拐走我的女儿的。郑安康他妈脸色一白，嗷的一嗓子跑远了。爸爸追上去：你害我们骨肉分离，我要打死你！郑安康跟他爸死死拦住我爸：别在这里发疯，谁是人贩子？你有病啊！郑飞明明是从山上抱下来的，我报了警。在警察强大的气场下，他妈哆嗦着说：本来是想找个弃婴，但是没找到，刚好看到我爸妈抱着我逛街，于是趁他们不备，拐走了我。爸爸红着眼流泪看我：对不起心，是爸爸不好，没保护好你跟妈妈。偏偏郑安康不屑地撇嘴：多大点事啊！
现在人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，又没少块肉，这么多年，我们供他吃穿，没问你要钱就不错了，还好意思打人。我按住爸爸要发怒的手，径直走到郑安康面前，使劲扇了他几个大嘴巴子，只把他打得眼冒金星，嘴角破裂流血。我冷冷盯着他，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狗嘴，不然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他爸妈看到心爱的儿子被我打，嘴里骂骂咧咧，要动手打我。我爸爸站出来挡在我面前，我看谁敢。我爸心里积着恨，中气十足。他们一家全是欺软怕硬，到底不敢动手了。我跟着爸爸回到新家，家虽然不大，但是很温馨，摆满了书柜，到处都是书。他对我鼓励地笑，带着我推开一扇门，里面床上躺着一位身体虚弱的女子。她转过来，眼睛却没有神采。爸爸拉着我走上前，温柔地对她道：“我们的女儿回来了。”原来她看不见，长久的愧疚让她哭瞎了双眼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哽咽：“妈妈，我是安心，我回来了。”她美丽的眼睛流了泪，终于抱着我大哭起来。我们抱了一会，门外有人敲门，爸爸去开了门，有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安老师，我今天来看看师娘。”我看过去，爸爸领了陈尔书进来。他看见我，愣了：“郑飞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爸爸简单的给我们做介绍。陈尔书惊讶：“原来你就是安老师的亲生女儿，难怪你能考专业第一，得了安老师的真传。”我也惊讶，我爸原来是我本专业的教授。最后我们笑作一团。我跟陈尔书出去喝点东西，聊着最近发生的事。好巧碰到我前同事，他跟我分享八卦。在我走后，刘总就被公司开除了。听说刘总有好几个情人，他给每个情人都承诺副总的位置，结果副总是总部空降的。然后那些女人就联合起来把刘总告到总部，不仅没有赔偿金，总部还追回之前给刘总发的奖金呢。我们笑作一团，大家多多少少都遭受过他的骚扰。如今听到这么劲爆的消息，也是大快人心。我的账号已经全部被我注销。就在我以为郑家闹剧已经过去时，陈尔书推给我一条新闻，是郑安康跟林可可。惊！不仅985是假的，连录取通知书都是假的。上面说之前的事情闹得很大，林可可也趁着一波热度，搞起了直播。没想到她在直播间里的一些犀利言辞，遭到了网友抵制，于是开始扒她的信息。不扒不要紧，一扒发现，林可可的录取通知书根本就是假的，人家学校也说没有这号学生。
在郑安康的逼问下，他终于承认，他考了3年都没考上，不想出去上班，便想出这个办法，既可以不用上班，也可以安心做米虫，还能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。郑安康对他大打出手，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事，我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接着又问他要钱，说这么多年，钱都是给他保管的，有个工作，我只要交10万，以后可以月入5万。林可可支支吾吾说不出来，郑安康就知道，这个钱肯定被他拿起贴补娘家了。多年工作的不顺，以及这段时间被人网暴，甚至扔臭鸡蛋，他把情绪全部发泄在林可可身上，再一次抓住林可可贴补他娘家，他便在大庭广众之下殴打林可可，直到林可可满嘴吐血，跪着求他别打时，他妈却跑来一起打起了林可可。你这个扫把星，这么多钱给你，竟然一点没了！啊，钱去哪里？给我还回来！我看着视频里林可可的惨样，心里毫无波澜。我把住的房子卖了，搬来跟爸妈一起住。我爸给我把房间全部布置成小女生喜欢的样子，蕾丝床单、粉色兔子娃娃，甚至还有一个大型的芭比娃娃。这些都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。爸爸，他哽咽了。我知道他想说对不起我。我扑到蕾丝床上，谢谢爸爸。我一直很喜欢呢。他也笑了。随后妈妈摸着墙壁过来，递给我一束鲜花，欢迎心儿回家。我眼睛一酸，抱住他俩，跟一个孩子一样在他们怀里哭开了。这么多年，心里缺失的那块父母之爱，终于在今天重新生长出血肉了。到了9月份，我跟着我爸一起去学校报到，迎面碰上陈尔书，他露出一口白牙。安老师放心，以后师妹由我负责，肯定不会让她受欺负。喂喂，我比你还大3岁，不要占我便宜。3年的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一直沉迷于学术研究。陈尔书比我早1年毕业，他成绩优异，留校当了老师。他在3年期间，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有时候连我爸都吃醋。我知道他对我的心意，但是他没说，我也没问。直到在他的毕业典礼上，我问他，为什么不跟我表白？他身上还是有着少年气。我想等你完成你的梦。又过了1年，我也毕业，进了一家研究所。他向我求了婚，我笑着答应了。后来我在街上看到无家可归、沿路乞讨的郑安康爸妈时，才恍惚觉得，已经很久没想起过他们了。我买了份包子，问老板他们2个人的情况。造孽哦，他们在这条街上已经乞讨2年了。听说是儿子听信骗子，
把家里房子卖了，凑了100万去找高薪工作，结果被人拐到缅甸，下落不明。儿媳也被娘家人重新嫁出去换彩礼了，现在他们就以乞讨为生。我回头看着他们，他们拼命问路人要吃的样子，很像我刚出社会，拼命向人塞传单的样子。手机响了，是陈尔叔，他声音明亮：“老婆，今天是妈的生日，等你吹蜡烛呢，快点回来呀。”我妈这些年心情不错，也积极配合治疗，现在已经能稍微看见点光亮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回来了，回来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我笑着摸着小腹，这里有个新生命的诞生，他肯定会在爱里长大的，就像我的爱。虽然迟了些，但一定会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